我要见傅作义。你要见傅作义？对，为什么？他却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，我却成了功德林的阶下囚了。你说这还有？陈长捷，字介山，没进功德林之前，曾担任过天津警备总司令兼防守司令。听从傅作义的话，死守天津，以此增加谈判的筹码，但最终只坚守了29个小时，天津便被我军解放。陈长捷也在这一战中成为了我军的俘虏。本来进入功德林后，他也接受了成为战犯的事实，毕竟在死守天津的过程中，给天津的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亡。但当他今天一大早拿到报纸，看见自己的大哥傅作义一路高升时，不平衡的心理让他十分激动。傅作义当水利部长了，看看人家混的。为此，他愤愤不平地找到政委诉说自己的委屈，还指明要见傅作义。他表示，天津守备作战的责任不应该由他负责。在平津战役打响之前，他就主张向南转移。在天津北平被围后，他也曾经劝说过傅作义向解放军投诚，可傅作义仍然想通过军事行动在谈判桌上争取到更多的筹码。傅作义认为可以先打后谈，打出自身的实力，更利于在后续的谈判中讨价还价。我不想打，架不住傅作义他反复劝说，我没有办法。他是总司令，我是副总司令。陈长捷激动的情绪也可以理解，毕竟当初他在守备天津时，他在天津唱白脸，傅作义在北平唱红脸。现在傅作义当上了水利部长，而他自己却在功德林学习改造，原本两人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现在身份地位落差如此之大，有情绪也属正常。虽然政委贺春年也有些同情他，但他还是要告诉陈长捷，他跟傅作义有本质上的不同。傅作义是打开了城门，欢迎解放军入城，而你陈长捷是在战斗中被俘虏。要不是听他的，我陈长捷早就打开城门了，天津之战根本就不会发生。政委见他越谈情绪越激动，便就此作罢，并表示会替他转告傅作义先生，至于傅作义会不会来见他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但陈长捷却下定了决心，如果见不到傅作义，他将会绝食到底。回到宿舍的陈长捷一个人坐在床边上，真就一顿饭也不吃，想以此要挟我党来满足他的要求。看到这一幕，曾经的同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也来奉劝他身体要紧。那一夜早已经翻过去了，希望他不要再怨天尤人。不怪他怪谁啊？我根本就不主张死守天津，是他反复劝说，我才上了他的当。我告诉过你，天津不能守，你也守不住。可是你呢？你拿着枪指着自己的脑袋跟我们说，要是我们不配合你守备天津，你就死在我们面前。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呢。听到杜建时这番话，让陈长捷不由回想起守备天津前的场景。天津，你守得住吗？天津要战到房屋完瓦，地无净土。当时陈长捷为了保卫天津，就曾下令让杜建时将城内的民房全部烧毁，给天津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，犯下了战争的大罪。一回想起这些，让陈长捷心中开始懊悔不已。我后悔，我老陈，我老陈，老陈。陈长捷这样的行为，吵得在一旁做俯卧撑的沈醉心烦不已。为了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锻炼，他一个滚身来到陈长捷身边，讲出了自己更加悲惨的经历。我就没打过仗，我还在通电起义上和卢汉一块签了字，那通电上头可有我沈醉的大名啊！我还命令我的部下放下武器，就地投诚。可是起义成功了，卢汉逮捕了我，把我送到这儿。我不是和你们一样变成了战犯，我委屈不委屈？我能怎么办呢？我能跑到云南去把卢汉打一顿？陈长捷一听到有人比他还惨，心中才有了些许欣慰。没错，兄弟，你比我更委屈。嘿，我当时就说了，就是几万头猪，那也得抓好几个晚上吧。天牛啊，这好像是说你呢吧？李先洲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，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导队第1团的排长，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，特别是在7七事变后，率领所部参加了忻口会战、徐州会战、枣宜会战和武汉保卫战等多次战役，对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抗战胜利后，在王耀武手下担任济南第2绥靖区副司令，但其实他属于陈诚的土木系。在1947年解放战争全面打响后，李先洲在莱芜战役被我军俘虏。此时在功德林图书馆内，
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正在复盘之前的解放战争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叶立三重点讨论了山东战区。内战初期的时候，国军在山东一共有30万作战部队，空军有多少？他们大部分的主力抽调到了东北，剩下的七七八八加起来也就10多万人，国军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共军。可是打起来以后呢，不到2年时间，国军是一败再败，全军覆没，山东尽失。为什么呀？对于叶立三的这个问题，宋希濂把责任推到了陈诚身上，而黄维却认为何应钦也应该负责。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，陈诚肯定是要负主要责任的，毕竟山东战区是他指挥的。我们的陈诚指挥官他不知道吗？在他的指挥下，山东的国军常常是一个晚上就被解放军抓了好几万的俘虏啊！正所谓啊，将无才，累死千军万马。别看王耀武现在积极学习改造，但他内心仍有所不服，特别是提到陈诚指挥的山东战役，那真是气得没一点脾气，暗地里都不知道怒骂了陈诚多少回。按照叶立三的说法，如果山东战区全都交由王耀武指挥，那山东的解放还得推迟。一来无战役来说，王耀武判断我军的行动是非常准确的。他跟李先洲通了几次电话，劝他立即回师，以免身陷囹圄。但李先洲不愿得罪陈诚，直接挂了王耀武的电话，一意孤行，最终惨遭全歼。李先洲，你要是当时听了左公的话，你至于一个晚上让解放军抓几万俘虏吗？我有我的苦衷啊，我的部队都编入了陈诚的作战集团。就因为你一味的服从陈诚，才使得山东战区最强大的一个作战集团一败涂地。从此以后，山东战区面临被动，山东失败由你开始。李先洲觉得自己很委屈，毕竟他也只是听从陈诚的命令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什么样的部队能让我军一晚上抓几万俘虏呢？这样的部队没有一点战斗力吗？这样的部队跟小孩子过家家有什么区别吗？用李云龙的话说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所以说，国民党在山东战区不仅将帅无能，下面的将领也是一群乌合之众。李先洲怎么那么生气啊？哼，这国民党里面最讲究的就是黄埔资历。王耀武，他早就想找个机会大骂李先洲一顿，可是他碍于情面，不好意思开口。在五战役的时候，王耀武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，他给李先洲打了好几次电话，让他撤回去。但是李先洲呢，他不愿意得罪陈诚，就没听他。幸好没听。